来吧，新玩具 Moon Studio 的这一套雷电的前2款，目前的这2个呢，也是一个样板的件儿，因为是第1款组装出来的，它也是在测试，所以说身上还有一些小的毛病，并没有仔细的调整，可能在后续的产品里边出大货的时候，把这些小毛病能修复吧。整体的车型来看，这2个车吧，其实这个车头我觉得看着还可以啊，因为就是这种老式的古早的。应该是电力的机车头吧，差不多这个长度也就这样。但是这个新干线呢，个人感觉有一点短了。但我在后边又发现了这4个接口，2个凸点，然后这里有2个滑道，当然这2个地方貌似也是接头啊。我猜它最后组合的零件会不会后边再加一节车厢出来？你加一个车厢出来，这个车头就好看了，长长的。因为自古早的 G1 老玩具，在80年代那个时候的戴亚克隆，乃至于头领战士的玩具啊，它其实后边都有一节挂载的。把这些挂载掰下来以后，这一节它是合体的部件。可不知道现在 Moon Studio 后续会怎么做吧？一切都是未知数啊！咱们今天就只来先看这个车头，然后这是它的武器组，这一套武器组也是十分巨大的，拿在手掌上来对比一下，很粗壮，然后。这一节是可以拆下来的，这个是单体人形拿的一个小枪，这个呢是组合时候大脚板旁边的一个外挂的部件，这也是为了还原的。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拿在那个组合的大雷电的手里边当成大枪。咱把这一块折回去，然后来看一下整体的这辆，这个就算它新干线吧，就叫它新干线吧。分量还是很重的，很砸手。身上是有合金件，但是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多，它主要是料子厚。它料子本身的这个塑料板件的厚度，就重量就上去了。前后左右的来看一下这些车窗的刻画，也是透明件压上去的。屁股后边的车门这里也有涂装，刚才咱们说了，这地方有接口啊。目前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另外的一节车厢延展出来，又或者这些是合体的接口，目前还未知，而且也没有说明书嘛，我只是摸索着变形。前方这里是那种磨砂的茶色玻璃，然后这个地方的雨刮器什么的也有刻画。我不知道大家在镜头里边看的明显不明显，这个白色这一块的涂装，它不是纯白色，它是带着那种像珠光漆一样的吧，而且还微微发黄，不是纯白的。料子挺好，第一个挺厚，第二个也挺有韧性的。因为我没有说明书，我在尝试变形的时候，很多地方借着韧性往过别，也没什么白痕。我觉得这个料子还不错啊，可以的。下方的轮子有4组，轮子都是可以单独旋转的。而且在变形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细节，你看前边的这个导向轮是可以左右转的，后边这里也是可以转的。在每一个轮子的下方这里有一个小的卡点，特别的小，这里的这个小卡点往后折到位，就卡成斜后方的时候，它是可以卡住这片轮子的。也就是说你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的轮子就不会折回来了，这里就顶住了。但是当你把它压下去的时候，摊平，这边也摊平，轮子就可以90度的折叠。这个是在变形人形还有合体形态的时候，你都得这么去折轮子。然后咱们先把它变成合体的大脚板形态吧。这一片直接翻下来，这儿还有一个卡扣啊，从这里扣上，固定一下。然后前方这里拆的时候要小心，这个是有一个方向性，它这里是2个梯形的插合，我们要把它斜着拉起来，跟这么拆开。黑色的料子很有韧性，所以你拆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吧。你大力也可以把它撅开，把这些卡扣都拆松。好。现在放到地上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一块黑色的顶盖前方的这个方块的部分直接抠开，下方有很多的插合的卡扣，拉起来。然后这个板子下方有连接的杆啊，双折叠，
就堆起来2层，堆成2层的板子。这一下方的杆子再往前拉，车头就不用动它，让这个板子直接变成小腿脚护腕的地方。哎，把这卡扣定定。接着我们往开拆车侧面的这2块，把这里边的卡扣卸开。这里还有一个卡扣啊，卸开它，旋转一下。我们先腾开空间。下方这里是一个旋转的球关加轴动的关节，我们往前拖一下，拉开，把这个卡扣也让开，腾开角度，然后这里就看到了人形单体的2个大腿，顺着这个地方的关节把它撇断了，而不是从胯部断，从大腿上直接拖出来一个90度，往起折。折，把它立起来，接着往后翻，卡回去。卡回去的时候也注意这个地方的卡扣，换一下方向，卡过来。这个时候中间这里就有一段和大腿连接的卡扣，把它插起来，进行一个咬合。另外一边也是插起来，咬合，力让一下。好。大腿，把这2片夹上，接着这个再立起来，然后顺着后方这里一个90度折叠把它包起来，这里边是一个梯形的滑扣，把这个卡进去，调调位置，然后腰这里一个 Z 字的齿轮关节，这个关节上下都是齿轮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武器组拿过来，上下这里的2个卡槽插合，一条大腿就变完了。然后就是现在手上的这款问题吧，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样板在别人手上经历的问题，还是说这个东西的卡扣需要调整啊。前方这个卡扣容易松脱开，就插的不是很紧吧，看看大货的时候这个卡扣能不能调紧一些。主要还是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尺寸，给大家拿一个 MP44 来对比一下这条腿有多高。腿的支撑力度吧，其实曾经我刚看图的时候，我也在怀疑这一块，我也觉得这一块感觉挺危险的。其实现在看起来还行，因为啥？它这一个方框直接包过来以后，这里边有一圈的锁扣，等于把这2条大腿整个掐死了，把它锁住了。然后呢，上方这里它主要的活动接地关节在这儿，所以下方整体这一块是跟它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但是具体的这一块的稳定程度，我觉得得看合体，因为很多的合体金刚，你单看单体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问题的，你得把所有的都组合起来，你得看它整体的重量压上去以后，这块会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说目前这个东西的评价还有点早啊。对，484块，就是说你去金刚集结号上边，现在是预定嘛，预定完了以后你要给它评价。你评价的时候只要写少主离3个字，然后商铺就直接给你返现返15块。你最后补款的时候嘛，你还是补499，但是给你返了15块以后，你就相当于484块了，对吧？而且这个大脚板这个接地面积特别的宽阔，同时啊，我们拿下来跟这儿看，它其实是一个3角接地 L 字接地，旁边的这一块大的武器组相当于延展开了以后，又给这个接地面积增加了一部分。就是现在这个样板件可能一些卡扣还得需要调整啊，这块大货的时候如果能密合的再紧一些就好了。你想，一条腿有一个擎天柱高，这还是目前只是小腿，它上面连膝盖都没有，你再加上膝盖的高度、大腿的高度、裤衩的高度、腰的高度、胸的高度、头的高度，哇，是挺大的。然后咱们再继续拆，先把2条腿变出来吧。2条腿变形的时候也是注意，这里是一个 T 型的滑扣，把这滑一下，打开这2块面板，然后跟大腿这边拆开卡扣，拆开卡扣以后跟这么扭一下，主要是为了脱开这个扣子，然后把它转到前面去，
横开空间别挡人的位置。另外一边也是拆开旋转。接着，其实现在就可以把车头一分为二了。先把这2块板子双折叠拆开，车头这里所有的卡扣拆开，然后呢，脚底的这一块，刚才因为我为了方便变形嘛，我已经把这个地方拆开了，把这里解开是一个很必要的环节。然后再把车中间的这一块都拆松，2条腿就解放出来了。然后回归，再把大腿根部的这一块折到底，这2块像是合金件的，凉凉的。大腿这块像合金。接着我们来开始变这只脚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这一块横着打一个90度，把这个下边掏空了它。然后我们来整理这个小绿片，前方这里的卡扣拆开，一个双折叠，往里翻，贴上去。后边这里的小片片折过来，然后一个反 Z 字贴合，把这块零件全部藏到肚子里。接着这个尖头往里双折叠，再倒，贴成这个样子吧。接着上方这里这一块的变形稍微的空间有点紧张，我们把这一块的双杆子拉开，然后往里折一下玻璃，玻璃是能往里转一个角度的，转进去以后再把这个边缘的小片翻折进去。你这样再往回折叠的时候，车头就可以往下压了。就原先是在这个鼓起来的像机头一样的上方，现在把它压进去。压进去以后，我们往回贴这一块，看头顶就缩下去了。现在看我们肚子里边已经装成这个样子了，然后把这只脚板拉出来，脚尖儿双折叠放好，这是一个脚板。然后车的轮子旋转180度，再回盖盖儿。现在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装到肚子里边，调整一下，看看里边。这里要注意有一个卡扣的位置，然后往回盖盖儿，顺势把这些地方的卡扣都锁好，锁好。脚丫子双折叠，放平了它。小腿现在变得差不多了，芯儿已经变完了。最后我们就是把这个片儿再包过来，把这个圆的小腿包成方的。这一片折下来以后，再把下方白色的往回折，折过来的时候，这里出现了卡扣，对准腿肚子这里，下方这里也对准，卡住。接着上方的这个盖子，根据这个关节往下拉，拉下来以后，这里的卡扣搭上，卡住，脚尖放好，一条小腿就变完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设计相当于什么呢？脚从腿肚子里边拉出来，车头的驾驶舱玻璃压到了腿肚子里边，然后再把外边的这层壳，把这个类三角形的这个新干线的车头吧，再包成一个方的，裹了一圈啊。卡扣咱们都压瓷实，压到位。现在开始变上半身。上半身我想想啊，先把这2个卡扣拆开，这里边的2片卡扣拆松掉，然后这里卡扣打开，直接掀起来一个盖儿，我们再往高点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，当我们打开后边的这一片之前啊，这里左右有2个小的7星钩，把这里先解锁，掀开这一块。这一块下方有一个滑道，我们要蹬着这个板子往长拉一些，拉到底你才能往后翻，要不然它是锁定的，你翻不过去。翻到这边来的时候，双段关节的折叠，然后再把这个板子贴上去，变成它的小书包。这个时候我们在合体形态下藏起来的轮子再贴回去，藏到这儿。然后有一个顺序啊，这2片你必须得先压左边，然后右边压上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梯形的滑槽，把这一块的框子结合住，再往下压一个滑道，再滑进去，把这些卡扣定到位，锁上。
好，这个书包就组合完了，等于把前面的这一块盖儿叠吧，叠成了一个背包。接着往后再拉，拆开这2个卡扣，我们把这个书包 Z 字折叠拉开。接着2条胳膊，从这样看吧，手臂这里双段的关节卡下来，锁上。注意这个双关节倒一下，卡上。然后这一块板子下方的卡扣在这里，拆开。拆开以后呢，这个下方这里有一个滑道，我们稍微的扭一扭，滑动一下，往起提一下来，扭到这个位置。好，这里放下来，把这2片贴到肩膀上方，接着拆开小臂和肩头的卡扣，然后再往后折，这里有卡扣啊，把这地方再咬死了它，卡上。这个时候的肩胛下方这里的卡扣再往上提，卡住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块胸甲打开，这块是个铁的，把脑袋翻出来，最后翻到背面来 ，Z 字折叠，把这个背包放上，整理一下，好吧，这款变完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人形的身高，大致看了一下，其实是要比 MP44好像更高一点的，差不多高出来半个头吧。这个目前变完了，就感觉吧，有一些地方松紧度还是需要调整，因为毕竟是一个样板件嘛，有一些卡扣啦，还有一些你比如说车头的那一块容易炸开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应该做紧。但是胳膊的这一块，我觉得应该再松一点，或者到时候再上点油什么的，刚才可费劲了。所以感受一下它这个单体的尺寸有多大。现在看28比例是有点该淘汰了，太小了，38都淘汰了。所以这个比例身高应该是配 MP 的，比 FT 的大火车还是要高了差不多半个头。这个组合绝对是奔着50去的。反正这一圈玩下来吧，总结一下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它是样板件，因为在一些地方还要细小的去调整吧，在一些松紧度的地方，目前看起来最终要以大货的实物为准吧。我们只是一个先行的样板，看一下这个东西的结构，还有它的造型比例如何。身上的料子用的还不错，第一个料子挺厚实，第二个韧性也可以。胸口这块的部分，还有大腿这个感觉像是合金架，摸起来凉凉的，而且重重的感觉。身上挺有分量的，整体的一个效果组合起来以后，差不多应该是50公分左右，我们目测的啊。但是呢，具体还得看它最终合体以后，官方它那个微博上面公布出来的一个效果如何吧。样子做的还是比较还原，它这个样子应该是还原了动画片里边大概齐的那个感觉啊。而且在整体的把玩下来以后，这个变形设计基本上就是拿片包出来的。但是这个火车的变形金刚，我觉得拿片包是没问题，因为这个设计师做这一套的时候就很适合去做这个设计。这就跟之前咱们说，你说做那个细胞大地，对吧？包那个球球，你必须得那么包。这套火车合体你这么包就对了，因为这个古早设计也好了，动画片里边演示出来的效果了，乃至于一些，对吧？就那个，对吧？那个1000多的那个，它基本上也是这么设计的。所以说这个片片包出来的以后，这个人形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在火车形态下，目前看起来有一点短，但我不知道它后边会不会再有一个外挂的车厢把它加长。大脚板的形态比较稳定，但是还是因为样板件的关系吧，这些卡扣可能还要细调。对，现在可以去金刚集结号预定啊，喜欢的朋友们啊，如果看上了，你们去他那儿预定的话，然后在评价上面打上少主离3个字，他就可以直接给你返现了，就是证明大家是从直播间过去的，到他那儿预定的，然后他会给直播间的朋友们返现，返15块。我尽量到时候给大家
整一些首发的，在它没出货的时候，咱们尽量把一些能公布的样板件都弄过来，以后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出来。然后金刚集结号这边应该，我记得微博上面看他家应该是魔方的代理之一，所以他家的给的价格应该也是不错的。到时候咱们跟金刚那边再商量商量，给大家再带一波货，拿一波优惠价。